NCC 很有意思哦，蓝白他们提了一个法案，就是说呢，他原来有34个委员，我看过有34个版本，有的按照公式版本啊，有的按照政党比例，写了一大堆，到最后奇怪了，国民党团提出来很简单，大家都傻脸了，怎么这么简单？只有一个，通通没用，只有一个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说委员任期到不能延任。只有这样而已了，也没有什么政党比例了，也没有这个，也没有，通通没有，只有委员任期到不能延任，这么简单的，以为说送出去就没有问题了吗？也不会违宪大法官不用钱，什么都不用。但行政院能够从里面给你找到一个巧门，因为它有一个最后16条，一般修法案只看前面啊，谁去看那个后面那个罚则啦、什么负责负担，16条就是说。本法经过公布以后，实施日期由行政院定制。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我认为当时 NCC 是一个新的政府组织，没有这个东西，以前是新闻局嘛，所以行政院筹了一个新的 NCC， 要给他时间去筹立啊，还要找委员啊，什么样的委员还要通过什么，所以就不能说像总统公布以后10日内就实施了，总统公布即刻实施了。当时给行政院一个方便，那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几年前刚有 NCC 立法是这样，就摆在那个地方了嘛。行政院找到这个巧门了，哇！你修法了以后呢？你修法以后，总统公告了，什么时候公布？我决定啊，什么时候生效？我决定了，我不生效啊，我现在就直接不生效啊，所以不生效就可以派一个代理主委，哦，那就是你行政院去钻这个小门，钻这个巧门是很无聊，你就形成跟立法院公开翻脸嘛。那你有跟他翻脸的本钱吗？你每天这样打仗？其实立法院很简单呐，下次会期开始的时候再提个法案出来就好了嘛，就把那个16条删掉，总统公告以后即刻就发布就实施了。立法院很容易就做这个决议了嘛，那你这个也要去抢那个时间，就很奇怪哦。他不是说一直立法院就完蛋了哦，就给你大法官解释无效，没有嘛，修个法案就是了嘛，好吧？所以黄国昌就是行政院违法滥权，腐败自己。哦，这是为了这个，哦，然后呢，当然有两个委员了哈，辞职了哈。我常常讲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官之将走，其言也真。哦，走了以后都讲真话了，在位置上要讲官话。这两个走了，就说呢，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的媒体，新闻媒体大家没有公信力了。为什么没有公信力呢？因为他就是偏袒了嘛，都有立场嘛，拿政府的补助嘛，还有媒体大亨去炒地皮嘛，哦，等等等等。哇，所以呢，大家已经不相信，变成一个政媒集团了，我觉得不相信了。那就问说，你们干了8年的委员了，那当时那个干掉中天的时候，你们怎么没讲话呢？那怎么现在突然觉得说我要跟 NCC 划清界限了，今世而昨非了？他们都是坏蛋，我们两个是好人，我们要回学校去了哦。所以呢，国民党就说你现在有后悔吗？他才不后悔，他有什么后什么悔啊？好，那么行政院说啊，你任内，行政院问。你人你为什么不做？哦，这现在笑我们哦。那么国民党就是行政院是玩法弄权，可被丢脸，就你就抓一个16条，在那边扯过来扯过去哈。那王宏威就讲说，你现在翁博仲是违法代理，所以你的公文都无效，签合公文都无效哦。那这个《中国时报》也说，政媒共生乱象 ，NC 是助纣为虐。你明明知道，现在只要媒体支持我，我就给你补助，甚至呢，因为媒体大老板。哦，然后关系非常好，所以呢，要来炒地皮，这个土地要变更，我给你变更哦，等等。我告诉你，那利益我的了解都是100亿以上的利益啊，老沈。虽然你刚才有2段啊，都是不小心过度肯定不该肯定的人。谁？比如说你讲的好几句话都说国民党好厉害，你看国民党今天只修一条啊，其实你看都行了，马上就说不能连任。那我哪有肯定？我是觉得他们不都把那个不是你说好厉害，因为很多版本啊，国民党这条最简单，什么事情都不是厉害。我是说抱怨他们都没有用委员的版本，不是我搞这一条出来。我觉得国民党团搞这条没有关系，但是你党团难道没有时间把所有的条再看一次吗？你如果再看一次的话，你就看到最后那一条怎么生效的，所以你要连带那一条也修就对了嘛。没错了，他现在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不是很简单，就没有注意到嘛，就是了。那2位委员这个任期满了以后讲了一些废话，你说这个人将死，其言也善。他们没死啊，但是他们的言，你真的确定其言也善吗？没有，我没有讲说，我说也真。
人官之将去，其言也真。你都听我讲一半。人之将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是官之将走，其言也真。至少他讲的是真的嘛。那我还是跟你不一样，我很看不起这2个人。我也没有说看得起他。你说其言也真，这个真是讲人家很真，这不是肯定。他内容是真的，那要肯定他。不是我认为他讲的正美集团化是假的吗？他讲的老板炒地皮是假的吗？我认为他莫名其妙。他在任的时候就一律屈从政府的决定，这没骨头嘛。那个任满以后讲这些废话也没有骨头嘛，前没有骨头，后面没有骨头，就是通通没有骨头，这个完全跟真不真没有关系嘛。所以现在开始有一种谣言，就说他们大概晓得说将来会算账的，所以他们这2个人的谈话在做切割。所以将来如果追究责任，甚至有连带赔偿的话，因为我已经切割了，我已经讲这个我不同意，那不同意你在里头，不同意也算同意啊。当时表决记录是怎样？好像是7比0啊，你们通通同意啊？对啊，对。所以呢，我觉得这2个人呢，不但没有骨头，而且没有智慧，而且这样的人是民进党看上的。民进党点他们去当的，所以民进党觉得这2个人是可以信赖的。那现在讲这种话，那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好吧，老沈就第一个，我也没有肯定他们；第二个呢，立法院说实话我是很不满的。NCC 人家修了那么多法案出来，只搞了1条，我哪会肯定他？但是只搞这1条，行政院都要在中间给你挑毛病。我告诉你，这2个委员也不是笨蛋，都要回学校当教授。回学校以后，学生会问啊，尤其新闻系学生也都是很挑剔的。他的同事也问了，你们当了8年 NCC 委员，你们搞些什么？他怎么交代啊？他怎么做人啊？他怎么跟学生讲？学生看不起他的。现在讲的这个就可以做人。他现在就要跟你切割嘛，就我是跟 NCC 不同的，我是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切割，当然不能切割嘛。我就光问你说，中天要干掉的7比0，你投票赞成还反对？你赞成还反对？那大家说什么赞成？你就是那个他就是7啊，没错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是想切割，他是想要回学校。因为你知道教授都觉得自己很爱惜羽毛不容任何的这种这个要亲民，要大名教授很多是学者是这样的，不能对他有侮辱啊！你不像你骂教授看看他骂人可以啊，你骂他已经跟你这个翻脸的，所以他现在回学校去了怎么办呢？这个费鸿泰就是学校出来的吧？你看是不是？他们什么心理？这个我觉得这个立法院跟行政院很热闹下个会期我要跟各位报，下个会期大概9月中开议啊。当然8月中可能为了考试委员的这个提名案可能会开临时会。那不管是8月中或9月中会，这个只是一时的啦。虽然你在那个条文里面。找了一些妹嘎嘎的东西，可以我爽一下。但下个会期，我跟各位报告是叫预算会期预算会期里面，如果说真的是大家杀红眼的时候难道你杀了所有的预算，你都要去释宪吗？你都要复议吗？这很难的我是觉得所有的任何的政党都是开大门走大路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对，我也是觉得说，你现在不必这样嘛。你现在怪说立法院不审你的 NCC 人事同意权，你事先有沟通吗？我真不知道民进党想什么东西。我如果是民进党，我今天是这个执政党，但是我立法院席次不够，我一定要设法跟在野党沟通嘛。所以我现在要提名了这几个人，或者你们有什么建议，或大家是不是都接受？谈好了再送出来嘛，通通不沟通，啪就4个人交出来，民众党跟国民党怎么会同意呢？那你明明知道不同意，你就只给他硬干。我不懂你这什么意思呢？政治是这样搞的吗？对不对？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妥协的艺术。政治以和为贵，我要把事情推动比较重要嘛。欧洲至少也知道这个是要组织联合内阁啊。你现在不组织，这陈水扁那个时候，就算再怎么把，他至少还知道第一任找唐飞来做行政院长，他也知道我立法院控制不住，所以我至少有一个善意出来。现在通通不搞这些，我真的不懂来，我们看一下，这样钻法律漏洞的行为真的是丢脸呐！国民党的 K-pop 都是因为行政院喊话，想让 NCC 委员不得延任的修法上路，得先通过 NCC 委员的人事案。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NCC 如果新的组织法上路之后 ，NCC 能不能正常的上轨去运行
在这个风险没有办法解除之前，我们可能在施行的日期目前还没有办法报告。在野立委齐挞伐，不过政院强调，依据 NCC 组织法第16条规定，政院被授权可依法指定行使日期。更援引过去案例，2022年6月制定的国家安全法，在隔年分3次施行。去年制定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以及人口贩运保障法，也都非即刻实施。行政院一定都是依法治的精神来实行，所以呢，我们要恳切的呼吁，立法院可以赶快的通过 NCC 的人事的这个审议。 NCC 人事案朝野大斗法，行政院仅采依法行政，看似合理，但新会期就要开议，卓荣泰在立院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觉得3个荒谬，就是说，第一个荒谬就是现在怎么台湾的媒体明讲说要党政军退出媒体，然后现在变成一个政媒的大怪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匪夷所思。然后现在有2个委员讲了，其他委员要不要表态？要不要认知这2个委员讲的是真的？我觉得第一个荒谬，第二个荒谬，这2个委员如果是在行政院5月之前提名新的 NCC 委员前讲这个话，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剩余的公信力。你到你要卸任的那一天啊，反正我当官当完了，我钱领完了，我要散了，我要回去学校了，才跟大家讲不好意思，我要跳船了，我要跳车了，这些事情跟我无关哦。这个荒谬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这种我们讲传播学者的话，说真的啦，现在传播时代，大家也回去看你过去的检验，你 NCC 委员的任内跟中天打了多少官司，你打了多少败仗，花了多少的官司的律师费，然后全部一事无成，这我觉得这大家会检验嘛。第3个，这个宪政机关在抓宪政的漏洞是丢脸到极致。这个法案过来送给总统府跟作为行政院，行政院如果没有复议的话，总统签署还10天，签署公布10天，再3天就公布了，大概13天。然后你趁2天，前天上大前天寄给总统府，总统收到之后，隔2天你就宣布说我就延任，你是在抓中间的11天的空隙。然后宣布突袭，然后你这个根本是怎么样？跟现在所有立法院最新的民意对干嘛？所以我就是说，从国会的改革到 NCC 啊，赖清德已经不演了，他就是要跟全民的民意对干，这叫做民主的独裁。所以我觉得这3件事情赖清德不要觉得现在自己民调很高，沾沾自喜，这些事情是有后坐力的，因为台湾的媒体是要公立，是要中立，是要保持这种公平性的。对了，就是说，而且立法院要修啊，就是赶快修。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呢，就算只单一修一条条文，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这么的顺利啊。所以说，洪威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这个代理的主委呢，他所做的这个都是违法的嘛哈。但事实上呢，他并不违法，他的确就是依法在施行啊。但这立委呢，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冻结他的预算了哈。我觉得就是要让这个NCC 要让行政院呢，起码知道一点点的这个困难的这个地方。否则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就正常的，就大家开大门走大路哈，正常的再去审这个法的这个委员们，真的会注意到说16条是规定说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制，而行政院还抓到这个东西来这样子搞你，而且他公开放话哦，说你人事不通过，你人事案不通过，我就不施行。你看可以坏到强硬到这个地步，根本没有把立法院看在眼里啊。不是基本上了哈，就是说。这个你行政这样对干，立法院当然也要注意，以后这种事情就是所有的法案像无烟环一样，仔仔细细从头到尾认真的看，免得给行政院找到漏洞了。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柯文哲何去何从？小立员献策说叫他2026参选台中市市长。柯文哲说：“我如果选，我选台南、高雄，我怎么选台中呢？越艰困的地方我也要去啊！那他最近跑到高雄，关心受灾部落，而且呢，心系水土保持，担心整个部落都不见了。
到时候这个土淹一淹下来，水一冲下来都没有了哦。那另外，陆委会委托政大进行两岸政策的民调，说呢，民众党支持度只剩下6.2%哦。那到底怎么回事？就非常支持民众党2.1%，普通支持民众党3.4%，偏向台湾民众党0.7%哦。所以他们认为加起来6.2%哦。所以认为说呢，民主党的支持度减少了。那吴子嘉是说，因为小草都跑去挺赖清德了嘛，哦。那另外呢，这个今天有一个就是那个吴委员啊，吴春池他们的一个，他连续做了27年，哦，有一个政党领袖以及政党的调查了，都有了。其实我看起来国民党最吃亏的，赖清德最优势的就是爱台湾跟这个反中了，哦，光靠这个爱台湾，哦，本土化，他就有40%的票了。对，国民党最吃亏的就被人家是亲中了，哦，虽然和平也是他国民党的强项，但是一个亲中挂下来就很麻烦哦。然后呢，再下赖清德有40%，然后呢，国民党跟民众党去分票，赖清德就赢了。你们一个人分个20%、30%，我40%，我就稳坐钓鱼台啊，加起来也输啊。我们看一下。唱歌对柯文哲来说已经再拿手不过，但这回不同，有长辈们加入伴奏。和在地里长交流，一起手作。柯文哲在周六党庆之前安排3天高雄走透透，也前进桃园山区看受灾部落。每次下雨他就瘫痪，一直瘫了。这个自然会一直侵蚀进来，最后这整个部落会不保。一遇到台风就面临断水断电，甚至坍方。上星期凯米台风也没躲过，桃园区藤枝部落心里的苦全都跟柯文哲说。重量这个人物来到这边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只有那个蒋经国跟宋楚瑜，其他的人都不关心我们，连我们高雄市政府的那个市长也几乎都没有来过这边的，因为可能是忙了。基层跑得很勤，中南部更是重点区域。日本政治学者小笠原欣幸就很建议柯文哲2026可以参选台中市长。当时柯文哲说，若战略考量，应该选择台南或高雄。见蛮多里长，然后是不是为了布局高雄？考虑嘛，就是2026为了考虑嘛。来。毕竟距离2026时间还久，在大选前保温民调和声量是更大难题。因为根据政大选研2024年7月底民调，针对民众对当前两岸关系看法，从基本资料看政党认同部分，民众党支持度只有6.1%，就看持续和基层拉近距离，能否挽回支持者的心。那真宇。其实我必须说，每一份民调对于台湾民众党来讲，不管什么样的阶段，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可以修正、改进跟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值。那你可以看到，我觉得在这一次就是他的那个刚刚说我们掉了9%多的从可能本来的15%多，然后降到6%多，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的显示到说，因为它的主题是针对两岸论述相关的关系，我觉得在这块确实台湾民众党在两岸论述的这块，我们确实没有像两大党声量可以这么大、这么快速的让民众可以接收到这样的讯息。我相信这是台湾民众党未来我们要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是清楚的告诉大家，除了内政之外，两岸之间的关系，台湾民众党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主打台湾自主、两岸和平，这个基调跟论调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所以我相信每一份民调我们都要虚心检讨跟接受，同时间从里面找到错误，慢慢进步。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说，政大其实大家很清楚，政大它在民调相关应该算是1等1的了，而且相对的也是有指标性的。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赵大哥有特别讲到说，就是他做了27年来的政党的支持路，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台湾民众党那个吴尊成他们做的对，他其实你可以看到台湾民众党，我们虽然是短短成立5年的时间，但是单就这样子的民调趋势来说，其实台湾民众党
是慢慢的在上涨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台湾民众党虽然比较短啦，因为我们才成立5年嘛，但是这个趋势来说是慢慢的在往上爬。也许确实在大选过后，我们的爬升速度确实是有变慢的，但是我觉得这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要努力进步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啦，对于大家很期待帮柯文哲找工作，我也相信在台湾的政坛来说，还是有柯文哲他一定的影响力，只是说他应该放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上面，我觉得这是政坛大家对他的期待。那不管今天是台中、台南、高雄都好，今天柯文哲为什么会到偏乡去？不好意思，我必须很直接的说，这不是应该是行政院长或者是台湾领导人该做的事吗？但为什么他们在地的人却说，从来都没有一个领导人来过，连地方首长都没有来过？听了多心酸啊！这些人民是怎么样在这样子的天灾的状态之下好好的存活下来？我觉得这才是台湾民众党今天的价值所在。我们去看见大党或者是执政党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些小事台湾民众党来做嘛，我们来让大家看到说，原来这些偏乡这些地方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台湾民众党也许我们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趴数也许降低，但是我们还可以用仅存这样子的支持度来去让大家看见台湾任何一个角落需要我们的地方。廖生怎么看？柯文哲怎么办？何去何从？林盛宇说啊，大家都忙着替柯文哲找工作，那我是例外，我在劝柯文哲，你什么工作都不适合你。我觉得现在柯文哲很痛苦啊，所以陈佩琪才说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家都是因为高虹安判刑。我觉得只有高虹安判刑，他不至于睡不着觉。他的陈佩琪有时候柯文哲晚上睡不着，陈佩琪有这样讲。陈佩琪有讲啊，可见他们有同房嘛，他同一个房间，看出来他不睡觉。对啊，他是这样讲的。那他是在佩奇医生脸书上，但是我觉得，脸书啊，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讲的题目是来自小笠原嘛，小笠原是派一个工作给他，叫他去选台中嘛。小笠原是我已经在这里骂过小笠原了，因为我觉得小笠原就是晓得台湾的一般的选情，他的分析、他的结论都没有什么创意啊。他去选台中干嘛啊？倒是柯文哲说我要选就是高雄跟台南，这是对的，但是只对了一小半。柯文哲，你去高雄，你去台南都是错的。我问你，你去高雄，那蓝白还合不合啊？你去高雄选，那你置柯志恩于何地啊？对不对？你现在就是2026在高雄就分了嘛，就分了。但是柯文哲又认为他没有动起来，这个民众党在2026的选情不会好。2026选你本来就不会好，你动起来也没有用。那我在这里有具体建议了。第一点，柯 P 你要记得，你要组党之前跟我吃饭，我跟你讲了什么话？第一点，很辛苦的啦，这个单一选区的第3个党要活下去是很辛苦的，所以你第一点，你就要放弃当总统，你当不了总统的。Forever， 你当不了总统的，你相信不相信？他绝对当不了总统。第二点呢，你2026什么都市都不要去选，因为你去高雄搅局，你去台南搅局，你都得罪了国民党，都得罪了国民党候选人。本来国民党就选得很辛苦，那你去是拉绿的票还是拉蓝的票？这解释都解释不清的。但是你要动起来，让这个民众党的选情还勉强可以看。第3点，现在大家都认真在讲卢柯配，2028的卢柯配。如果你看那个民调，这不只是这个民调，最近的民调很多民调就是你把民众党加国民党的支持度，有的时候稍微超过民进党一点点，有的扯平，有的像这个就很落后。当然这个落后我觉得是技巧的问题啦，因为它分开问嘛但是我现在以今天的氛围，国民党跟民众党蓝绿合为了国会改革拼了这么大的力气，捞黑捞光捞碎呢结果呢民调越说越低，低到2个加起来抵不过民进党。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应该要开始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我这个老官你敢向我开老暖，所以我认为，我给这个柯文哲的建议就是这样这个是你所不愿意听的，但是良药苦口嘛，你真的要收敛。
那你跟柯文哲选前讲了半天，都没听进去，组长在那边。他怎么会听我呢？那你跟他吃饭吃什么东西呢？那我只是忧国忧民，我对每个人都讲同样的话，你知道吗？这是忧国忧民的人的心呐、就是不管你有多厉害或是不厉害，我照讲不误啊。柯文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说，他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那个民众党他所支撑出来的就是讨厌蓝也讨厌绿嘛。那等到这个选举结束了之后，柯文哲被打回原形，民众被打回原形了之后，就说讨厌蓝讨厌绿，那这些的民众都归队了以后，那你民众党是什么？那台湾的路是什么？柯文哲没有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呐、那你说在这个立法院推动的这个国会改革哈，那所有的光环，那现在呢，其实真的就是集中在黄国昌哈，有一小小的，就比如说齐凯表现得不错，但是那民众党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如果你所有的这些的主张啊，比如说你在国会改革的主张，你当然还是需要跟这个国民党合作，你才有可能实现啊。那民众党在不管，因为这个它的支持度这么低，是跟随着这个两岸的关系的东西给衍生下来的嘛。那你在两岸的部分呢，你也提不出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出来，你也没提出什么方向。然后呢，你在比如说社会的议题的方面，现在我们可能最关心的是飞弹的议题、核能的议题。那民众党的主张是什么？你是不是可以透过一种运动的这种形式来主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为台湾找到出路的路线？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柯文哲最大的困境啊。我不知道。如果我是柯文哲，午夜梦回，想说当时我跟侯友宜合作是不是就比较好？可能就赢了。对，有一说是这样，可能有一说我不知道了。有一说是他现在这样想。去马办的签了那一张以后，不要后悔。对，然后你现在搞得这样子，民进党执政赖清德这样硬干，对不对？光个能源政策就搞成这样子，又到处停电，将来电费又贵，你不后悔吗？你不觉得说你应该稍微退让一下吗？哦。那基本上了为什么国会蓝白这么好，还看起来努力，还民调也不好？你就问我认为策略是错的。第一个会期就不要搞什么国会改什么革啊，那个对一般老百姓会关心这个问题吗？太急了。你弄了个半天，大法官又把你干掉了，对不对？然后呢，赖清德也不会来跟你报告，然后你要调查，就算调查权给你，行政院让你调查，什么资料都不给你，我告诉你，你原来就可以调查嘛，所以你去搞这东西干什么？你说就应该搞一些跟国际民生有关的法案，政治性低一点，然后那边就觉得，对啊，在那个联署对我是有帮助的。结果你把所有的就放在那个国会改革法案，那然后又打成一团。民进党我也不认为他形象会好了，但是你蓝白在一起，你做了什么呢？就是一个国会改革嘛。然后现在又卡在大法官这边，一事无成嘛，那印象会好吗？休息下再回来。那绿的就。这个总统府昨天公布新旧的啦哈，就是资政跟国策顾问，那不少是原来蔡英文就聘的，那现在有加了一些新的了哈。那于天就获聘国策顾问，最早的时候要能当资政大概就是有院长的这个当过院长的，或是军方的什么非常高级将军不行，这要到什么参谋总长，不是战略顾问，这不是资政，资政是。以前资政是有待遇的，以前有几职，以前资政的待遇是视同院长的待遇，后来他们当然都取消了，这不就是酬庸不要了那因为以前他有他的道理啦，就是你当部长就好好做部长，你做院长就好好做院长，不要贪污，不要搞鬼，就算将来退休，国家还会照顾你，所以你们就好好做。军方也是这样，你不要给我叛变，不要政变，将来就算你退役。还是政府还会照顾你，以前是有这样的这个道理，也不是都没道理的但是后来都取消了嘛好，现在不管了。那赖清德就他98岁的舅舅呢，叫童勇也任资政，所以就变成内举不避亲了那于天是国策顾问那另外呢，他的老师这样当时在成大医学院的老师，另外呢像什么谢长廷啊、苏贞昌也都进来了那另外当然有些有争议了譬如说呢，这个他大部分是蔡英文的时候的人士，但是也新纳入医药界啦，还有一部分争议人物。就什么叫争议人物呢？譬如说严志发，他原来就是资政，
但是呢，去年 Me Too 的时候呢，他涉入，所以他就辞掉资政了。而且他的英系色彩很鲜明。曾经呢长期执掌小英资友会，也在蔡英文的时候担任资政。他跟于天出任国策顾问，加上了谢于天是国策顾问，他是资政，所以呢有看到派系平衡，就是英系要顾虑一下。但是你什么人不好用，为什么要用一个自己去年都觉得不好意思辞掉人，你要用他呢？这也很奇怪了。那另外就是吴理培。独派大佬，独派大佬。当时你记不记得，2019年吴理培跟彭明敏、高俊明、李远哲4个人署名，对，说蔡英文呢不适合当总统，应该下台，让这个赖清德来做。现在投桃报李，让你来做资政。另外他在成大医学院的教授，那他的老师这个新聘的国策顾问叫做黄金顺。不是，黄金顺是药师公会，那他的老师是韩良成老师，黄金是药师公会，也是长期支持民进党。另外呢，于文仪也是医师，这个长期在东部这个奉献的照顾东部的偏乡的人。那民众党的发言人就说把国家当赖家，这有些有争议的人，你又怎么让来？那另外台南有一个卖药电台主持人叫做志明。康银寿是国策顾问。这个志明是什么人呢？我刚刚去查了一下，我们广播界都知道，赖清德当台南市长的时候，他被称为台南地下市长。多大权力，跟赖清德关系都好，而且被人家传说他是赖清德的大金主。长期帮赖清德，传很久的了。那这个赖清德给他当国策顾问。那他。这个志明这个当然因为他这个卖药等等所以有夸大疗效啦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呢曾经被缓起诉在案，台南地检署。另外呢驾车碰撞这个一个男子导致瘫痪，是有和解了，结果呢重大重伤，4个月徒刑，缓刑2年。所以他其实蛮有争议的，就是你赖清德可以报答他都可以，但是你需要给他这个国家的名气吗？那大家也问说，那严之发你的性骚扰调查案结案了没有呢？还在调查呢？那你不是赖清德是道德零容忍吗？怎么别人这些人都还给他这么重要的国家名气，用人不避嫌呢？就被人家拿出来批评了来，这个林议员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分2个嘛当然2个项目，一个是资政，一个是国策顾问。我想资政刚刚赵大哥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过去是担任政府高阶的这个官员，就院长级，对，院长级别。国策顾问是部长级，对。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大部分是符合这个标准，然后包含谢长廷啦，包含苏贞昌，这个都过去在这个政府体制内有很多做过行政院长了。那国策顾问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刚刚谈到比较多争议的内容，我觉得现在要反过来去看，就是说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地方士绅大佬。各式各样五湖四海真的都会有。那我们在地方上跑组织的时候，也都会有很多的国策顾问来关心地方的事务。我觉得其实讲说是国之重器，第一个国策顾问他并没有法定的权利能够做什么事情。反过来，如果今天他愿意跟执政党有一些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头衔，他其实也会受到很多的约束，就是今天我作为一个国之重器，自己有那个感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说，那我的行为可能就怎么不给我去约束一下？我可以推荐你啊，我也可以推荐你一下。而且你讲太早了，对，你讲太早了嘛。对，这个都是要一个铺陈，就是说太晚了。今天其实这个不是总统自己说，我点名1、2、3、4、5，然后来点兵，谁来要当我的国策顾问？其实不太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今天我在整个国家社会工作里面，我要跟这么多的地方士绅、各地方的人去合作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愿意来作为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我还是要给他一个对应性，跟我的连结。好，我可能没办法给他一官半职，那他更多的是在非行政体系里面、非法治体系里面更多社会性的联动的时候，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所以我并不会说因为这些争议，那就否定说他们的对于整个社会有价值的部分。他们就少做一件事情，如果他们做了这件事，我通通没意见。聘沈富雄当这个执政，你会讲这样，是不是？有没有道理？猜到了，有没有道理？我告诉你
一个总统，沈富雄本来可以当监察院副院长，当然有资格当资政啊。总统哦，可以营造很多假象，让人民相信他是好人。我对赖清德也有一点残余的敬意了，但是看到这个名单，我所有的敬意都是烟消云散的，因为可以从总统这提名的名单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当然这几年来，因为这个资政啊、国策顾问的名单的腐烂，大家其实也没有什么敬意了啦。你说名片上面有一个总统府资政啊，就可以行走天下啊，就让人家敬意。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才想啊，你原来就是很会在总统府行走巴结的人。我告诉你，这个名单有没有人想要做？有哦，有的人流口水哦，拜托，千拜托万拜托，就是今天名单出来以后，失望的哇哇叫的人一大堆哦。但是有很有风骨，说你给我，我也不干。有没有这样的人？非常少，非常少。而且你说我不干，这种人还要有一点斤两，有一点本钱呢。因为你说不干，人家记得会说哦，你不干了啊，拜拜。所以敢讲说我不干，总统还舍不得说你非干不可的人，其实在台湾是少之又少。那赖清德这个名单里头其实很奇怪，他很多台南人，就是他多年来跟台湾的关系、台南的关系很多跟他熟的，比如说他里头有一个韩良成医师，他说我妈妈的医师啊。我回去要烧香告诉我妈妈，说你的医师已经变成国策顾问了。他年纪很大了，他年纪还比我还大，他是我学长所以他这个用人就很奇怪，所以这个国策顾问跟资政已经失去他原来资政跟国策顾问的功能了，既不知也不问也人家也不要你问。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酬庸，让你脸上有光彩。像于天从政，花了很多钱也不很得意所以就暗起连主委都丢了，这个位置就是侯乙酬庸一下侯乙干嘛呢？听说总统府一年请他们吃一次饭啦，资政吃个饭大家聊聊什么意见讲大概合个业字这样。但是那个佩伟，这个现在这是无起职所以。从某些人讲说，哎呀，无所谓。可是很多人真的是想要这个位置有这个位置以后，他可以用这个位置去做他想要做的事嘛，对不对他会发挥他的影响力。我这从小的印象里面，就资政跟国策顾问名额都没有，好像没有那么多都是国之要角这些人可能也很早进总统府的当政府有重大的事情，他碰到他的专业，给他做一个咨询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家看好的一个社会的名气。但是人如果说那么多了，其实也无所谓了。这就是国家还是国家的名气了就是因为你搞了那么一大堆阿狗阿猫都在里面，超过100个70几个，所以呢就变成说就没有那么受到重视这个实在也不好，本来是很受到重视的。本来你说我是资政，孙运璇资政，对不对？这个国策顾问本来是很重要的，很多事情就搞就腐烂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诈骗集团 IMB 主嫌判刑16年半他们真有本事他其实是一个通缉犯，他能够画给民众骗钱，而且能够吸金90亿很多钱对，90亿说你来，我给你个利息，每年6到13%，60%不多，但10%、13%是很多，都来来存那黄国昌很不爽了，说办了半天陈欧珀怎么连办都没办呢？传出来说陈欧珀可能好像他的服务处什么竞选总部他提供的，所以陈欧珀后来就不选了就辞去立委，就那年不选了那这些怎么判的呢？这个曾耀峰主嫌16年6个月，他太太那个张淑芬应该是情侣了，12年2个月，父子曾明祥2年，大账房严妙珍3年9个月，财务长潘志亮2年，陈振中8年然后呢，这个陈振坤1年，缓刑4年。那现在大家就说陈欧珀跟郑文灿呢，听说他有托他瞧警察的人事那到底怎么瞧的怎么样？
然后呢，陈欧珀他们关系很密切，办公室啊、坐车都是他提供的。那到底为什么不办？为什么就说还在侦办中？那这些案子都判刑了，怎么他们侦办之后侦办多久呢？哦，那自救会是说一审是轻判了，哎，你就算判他16年，8年就出来了，90亿啊，哦，那而且他们就说没有金钱流向，就是你现在法院认证哦。法院没有认证90亿，说70亿，70亿也很多啊，70亿去哪里了？你看，70亿没有追流向，所以呢，自救会就说，那我们的损失谁负责？哦，有人投资几百万呢，哦，那所以呢，黄国昌说遇到钱柜就转弯，70亿流向不明，哦，所以呢，不要说遇到权贵就手软，摆明放水。对于那么多的受害家庭而言，连公道都称不上，陈正辉被轻判，陈欧珀办都办不到，哦，就变成这样子哈。那另外呢，这个陈欧珀等绿营要角，因为呢，就为什么这个诈骗集团能骗那么多钱？根据吴宗宪委员的讲法，就是说，因为他拉拢很多权贵啊，没事一起照个相啊，参加个活动啊，参加同样的组织啊，一起吃饭啊，所以那些人看说，他显然关系很好哦。所以呢，现在用他案来侦办陈欧珀，遥遥无期啊，遥遥无期啊！所以呢，这个媒体就说疑云未解，重创司法哦。那另外呢，这个司法判的公不公平啊？今天呢，这个清大教授啊，他们去做了一个统计的哈，他们把过去因为什么特别废案的这些人列了16个，1、2、3、4、5、6、7、8、9、10、11就是高虹安。12、13、14、15、16，大部分都是特别费，哦，就看说到底判重判轻，他们把它这样统计下来，然后做了一个图，重罪轻放的其实就是民进党，然后呢，这个违罪重判的，大部分很多是有民众党，然后国民党是重罪重判。也没有轻判，但是呢，因为他就在这里啊，什么时候判，他们就把它整个统计出来，党籍以及涉贪的金额到底有多少钱，然后呢，他就画了一个表出来，就是这样，很清楚，一目了然。我们看一下，彻查金流，讨回公道。经过10个月的审理 ，IMB 吸金案终于迎来宣判，自救会在法院前大呼口号，特地到场听庭。这天，法官也借题主嫌曾国伟和女友也得来听。恶意脱产吗？看人家家破人亡，不会觉得抱歉吗？ IMB 平台标榜免除银行介入，提供借贷媒合，宣称投资不动产可领利息，全台超过5000人受害。主嫌曾国伟等人这7年间吸金超过83亿。检方去年起诉31人，如今一审结果出炉，主嫌曾国伟判16年半，并科罚金250万，没收71亿；女友张淑芬判12年2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另外，法人金龙科技公司则得缴纳1亿元罚金。 跟 IMB 关系良好的郑文灿等人已经锒铛入狱，但是一起买房的前立委陈欧珀另案侦办，到现在毫无下文。 法官痛批主嫌不仅诈欺吸金，造成购诉人极大财产损害，创造的平台更使公司业务和行政人员都得面临刑事追诉，更导致投资人身心俱疲，家中经济遭拖垮，影响难以估计。 不法吸金的所得应该要被没收，而还没有被没收的金额高达70亿元，也就是有70亿元不法的金流去向不明。 觉得量刑会不会太重啊？同样是被告之一，大账房严妙珍一看到媒体，立刻用外道盖头，在法院上演你追我跑，判刑3年9个月。至于前行政院顾问陈正坤，利用代书职务替主嫌办理房产过户，提供场所藏匿犯罪所得，则是判刑1年，全案还可上诉。基本上因为今天早上我又出席这个郑文灿告我3次不起诉，他又申请再议再发回，所以我就一直跑法院，挤压到选民服务的时间，这就是郑文灿。然后他自己的
案子呢涉入 IMB， 这外传，这刚才联合报刚才有写嘛，就是他明明可能会涉入这个 IMB 的主嫌去关说警戒人士，你才知道为什么这个诈骗集团可以90亿，因为那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啊。其实有一个电影《风行者》就写这个，为什么他可以每一个月哇几亿、2亿、3亿一直赚一直赚，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已经打点好的人，政府的人？然后这个去当门神的，然后警戒，还有你们这些律师，之前有律师一批被抓走，然后还有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到底在干嘛？然后呢，这个桃检传我不起诉发回的案子传火速，然后北检郑文灿的案子到底要放到什么时候？我觉得真的是3条线打一个超级大的问号。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就是说。90亿代表大概超过100万，超过100万的民众受害啦，这一定的，因为你看那个金额90亿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这一个案子，我支持黄国昌委员的说法，就是你这90亿的流向到底流向哪里了？你这个陈欧珀用了他的办公室跟坐车，郑文灿疑似介入桥警戒的人士，这2个才是关键呐。然后这90亿给了谁用？这才是关键，然后你把这个主嫌扣起来，然后把一些这些诈骗集团扣起来，又怎么样？后面的结构还存在，下一次搞不好就换一个主嫌来做这样子的代言人。诈骗之岛啊，我觉得在过去蔡英文执政的8年期间，我觉得当之无愧。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我最近才接了一个选民的陈情案件，它其实一样是诈骗，然后他的公司户被变成是列为警示户。我相信在现场，今天我们聊了非常多的案子，都因为这样子。但是原因在哪里？这些诈骗犯他们的犯罪相关的案例，全部通通都要受害人代偿。我们国家怎么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些国家人，这些所有 IMB 超过5000人以上受害的人，敢讲话的越来越少？因为现在所有只要跟金融诈骗相关的，全部你的账户全部冻结，全部警示户，大家不敢讲话嘛？我们的国家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金流你查不到，你国家丢脸，70亿哎！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动向你可以讲得清楚？为什么过去8年来一直到现在赖清德你执政，你们都不敢司法改革？因为你不要自废武功嘛。其实你可以看，不管从高虹安或者是说 IMB 各式各样的司法，为什么它的威信已经荡然无存？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这几个案件下来看起来，司法办或者是不办，看谁办怎么办。只要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我是认为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看了哈。譬如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在处理所谓的协防治法，它要跟很多国际机制去合作，因为这些钱绝对不是在台湾内部流来流去而已，它绝对是全世界跑。那你去跟其他各国政府去建立这些机制的时候，去查资金的流向，包含未来对我们人的这个各自的保障，这些包含。现在柯震3法到现在才通过这些事情，都是过去因为累积了这么多痛苦的经验跟代价之后，好，大家才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去做正确的事情。但在没有法律的基础之前，你去讲说我要怎么样不去冻结这些账户，我不去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他才是真正会去放任诈骗集团的部分。那我想，诈骗集团绝对是很努力，所以这些受害者就要无辜的去代偿吗？这个完全不合理。所有的被害者跟受害者全部都因为诈骗集团而去受影响，讲这什么话啊？有2点我要强调一下。第一，最近大家都在谈高虹安11万7年4个月，很重嘛那刚刚有很多人其实相对除了主犯以外，其他的从犯罪行都很低但是我认为差别，有人讲说因为是认罪，然后你吐出来钱吐出来，我觉得跟贪污治罪条例有关的。贪污公务员贪污治罪特别重而且你只要符合犯罪要件4个要件，只要都符合的话，你就是7年以上。我不晓得那个是认罪有没有减轻。还有第2点呢，为什么钱找不到？大骗子钱到手马上处理了，哪里还给你找得到？龙太兄，这个90亿的诈骗吸金案大概是这10年来台湾最大的一个案子。感觉上比例原则判得太轻了。而且有关系的人，我是觉得好像现在通通都没事这关系人讲白了，有人讲就说门神如果门神都没事，以后这个大家会不服气的。而且